粉丝朋友在评论区里边发出了在短视频科普为什么像是在非洲支教这一观点，让我们有所启发。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短视频会侵蚀我们的大脑。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大家好，我是阿一。我是娜娜。首先呢，短视频如何毁掉我们的学习能力和专注力？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小朋友打开短视频，然后再开一个动画片，他根本没有办法安静的去看完整一集。碎片化的信息已经成了大多数人的常态，不仅是小朋友，大人更是如此。是看完一条视频，你得到的信息量不仅有限，留存的时间还特别短。成人每一天都会不自觉的就打开各类的短视频平台，开始使用大数据算法未来的各种情绪糖果。短暂的激素波动会让你在兴奋、悲伤乃至于孤独的情绪之间快速的切换，像是被整个数据牵着走一样的。更关键的是，一旦你点赞了某一种倾向的视频，比如说搞笑视频，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信息都会侵占你的大脑，慢慢给你筑起一个短视频的舒适区，它就经常会刷到同样的内容。是，确实。短视频的危害不止于此，它会降低你的专注力，还会削弱你长期忍受枯燥的耐心和能力。实际上，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刷一个短视频作为娱乐的项目，而以前的人可能会看报、看看书，书。他就需要很长的耐心、很长的时间去专注于某一件事儿。时间久了，如果你一直通过短视频这个方式来娱乐，会导致你的思维固化，认知也会产生偏差，甚至让你陷入循环成瘾的一个状态，渐渐开始失去深入思考的能力，最终会影响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还有人睡前刷短视频，你就会越刷越兴奋，结果第二天工作生活都没有精神。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相信大家也深有体会。比如说，它会让你立马开始兴奋起来，你就会想着想继续往前走，是的，往你会想前刷。看一个更兴奋的视频，你的脑内的潜意识会不断的让你循环这个动作。而咱们前段时间也了解过，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一直在不停的被强制性的灌输进信息，反而不如你去输出一些信息，这样子对于你的思考都是有好处的。是。这里也有人肯定会反驳，这短视频的危害这么大，为什么你们还要做内容？这种疑问，说明你们还没有认真的看完咱们这个视频。我们做科普，正是想要戳破这种舒适区的陷阱。那么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信息茧房这个理论。什么是信息茧房呢？实际上给大家举几个真实的例子。宝妈们只要搜一次育儿科普，后续刷到的全部都是3天搞定宝宝睡觉，婆婆带娃必吵架的5件事儿，老公出轨前的3个征兆，是不是？你就会刷到这一些的内容。你们有没有刷到过？想创业的人，只要点过一次搞钱科普，算法就直接把你焊死在这个点上了。比如说什么零成本做自媒体、应届生搞钱的秘籍、月薪3000到3万的逆袭这样子的内容。历史爱好者点过一次历史科普，算法就只会推朱元璋杀功臣的秘密、乾隆的风流韵事这种奇葩猎奇向的内容，因为确实这类的内容很抓眼球，而且它的点赞流量就会越来越高，你看到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多。这个理论是美国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在2006年的《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出的。桑斯坦以蚕茧作为比喻，精准描述了互联网时代的认知困境。当人们过度依赖平台的个性化推荐机制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只关注符合自己兴趣观点的内容，久而久之就把自己困在了信息舒适区里面，最终呢形成一个又封闭又固化的认知空间。说白了，信息茧房就是算法把一个人的认知关在了舒适区牢笼里边喂糖。光明网呢曾经戳穿了一个真相，你刷到的多元知识不过是换着花样的垃圾重复，你以为自己见识了全世界，但其实上连走出县城的视野都没有。是的，其实你看到的那些，只是算法告诉你想看到的东西。它是根据你的习惯，根据你的个性来推荐你的，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我有尝试过刷一下朋友的手机的短视频，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些是内容。而比如说我们喜欢的就是类似于科普类的，什么宇宙呀、什么心理学呀，刷的都是这样子的类型，它不断的都会推送给你所感兴趣的那一部分。如今不少的短视频平台都在推出精选视频与长视频的扶持计划，这其实呢是平台对于内容生态进行优化的必然趋势。借助精选机制与长视频的形态呢，平台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专业、更加深入的知识内容，既能有效的助于提升这个内容的品质，同时也能塑造平台的专业形象，也抵制了一部分咱们所看到的这种信息茧房。对于平台来说，这类有说服力、有深度的内容，更是提升核心竞争力与用户长期粘性的一种关键。毕竟，短期的情绪刺激只能留住用户的一时，长期的价值供给才能建立稳定的用户信任。唯有如此，才能在平台与用户之间构筑更加完善、更加健康的内容生态系统，推动信息传播，形成优质内容，吸引用户，
同时用户的需求呢又反哺内容的这样的良性循环。对，那怎么去破除这种信息接收的习惯，恢复你的学习能力？就像刚才咱们也有提到一点，你吸收到了一个内容，你去用你自己的话语去输出，为了避免大脑被短视频深度腐蚀，给大家就提点具体的建议。第一，要主动搜索自己认知领域外的知识内容，比如说你平时关注育儿，偶尔也去看看天文、历史这一类的科普，对打破算法给你的内容边界。第二，当你习惯打开手机的时候，不妨换成打开电视，搜一搜什么好看的纪录片，比如说《地球脉动》《河西走廊》这一类有深度的纪录片，跟着镜头慢慢的感受世界，或者是捧起书来，把手机放在视线之外，沉浸式的读上半个小时。甚至现在有些手机厂商，比如说我用的手机，它就有一个功能是叫禅定模式，你自己可以设定一个时间，让你的手机失去功能一段时间，一定时间内你只可以接电话，也是让你避免去接触手机。第三，你习惯性的去把自己的内容做一个输出。实际上，现在大部分人脑内的信息已经是接收过载的一种程度了，你得尝试着去输出。那用什么方式去输出呢？要通过自己的大脑去复述某一件事实，同时呢，再输出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而且最近我还学习到了有一种就是不断的去记录，你要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做成视频输出给大家。第一受益者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学习其中的这些知识点。那我觉得话，大家可以恢复一下我们写日记的习惯。以前大家都会每天把自己发生了什么记下来，看到了什么，听到什么有意思的记下来。以后我们再转回来看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记忆。在输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脑内就会形成一种对这个东西的整体的认知，同时再次当它复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巩固认知的过程。那这个知识点就会在你的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就不是短暂的，只是掠过你的大脑皮层。所以这一点输出是很重要的。那通过咱们说的这三种方法，以及慢节奏、深投入的信息接收方式以及输出方式，大脑会逐渐摆脱碎片化依赖，重新恢复深入思考的能力，同时也能拓宽知识边界，接触到更多舒适区以外的内容。那咱们做这期视频呢，其实上也是源于粉丝朋友们的启发，这恰恰说明，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的认知正在慢慢的觉醒，在进步。所以能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真正的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这本身就意味着你已经在主动对抗短平快的信息诱惑，愿意为深度的思考去付出时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破信息茧房的桎梏，真正的去看看外边的广阔世界。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永远对未知保持好奇。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